丛林深处，一头剑齿虎眼睛冒着忧虑的光，对我虎视眈眈。突然，那头史前巨兽带着腥风扑面而来，将司空拿出那个重型开山刀。面对高高跃起的庞然大物，身体本能地使出了那招传说中的绝技。我贴着地面急速滑行，惊险避开致命的利爪，同时狠狠地滑向它的腹部。一声凄厉的惨叫响彻丛林，受创的剑齿虎踉跄地落地。它惊恐地看了我一眼，夹着尾巴，带着不甘，重新消失在了迷雾深处。我是大夏野外生存第一人，为了揭开传说的真相，我选择单人重装，徒步深入神农架腹地，是要找到野人的踪迹。穿越一片诡异的迷雾后，我惊愕地发现，远处竟然站着一群身裹兽皮的黑皮美女。是野人！我找到野人了！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正准备拍照记录，丛林深处却猛然窜出一只早已灭绝的剑齿虎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我不是找到野人了，我是穿越了。在使用滑铲击退剑齿虎后，那几个身裹兽皮的黑皮美女立刻围了上来。领头的姑娘，姑且叫她阿蛮，满脸好奇地凑近我。她手先是小心翼翼地捏了捏我身上冲锋衣，紧接着又嫌弃地伸手戳了出我白净的脸蛋。在他们的审美里，没有涂满泥巴和兽血，脸上也没有疤痕的我，刚才虽然勇猛，但实在长得太弱了。阿蛮挥手示意，让我跟上他们。穿过密林，一个原始部落赫然出现在眼前。我的到来瞬间引爆了整个族群。看着我那一身色彩鲜艳的现代装备，那些雄性原始人的眼中充满了警惕。几个肌肉虬结的壮汉更是围着我不停地拍胸脯。阿蛮在一旁不断地尝试驱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材最为高大的野人朝我走了过来。他凶狠地瞪着我，手中的时髦直指部落出口，嘴里发出急切而愤怒的音节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我明白他让我立刻滚蛋。眼看周围的原始人就要围攻上来，阿蛮和刚才那几个目睹了战斗的女人冲到了我身前，张开双臂，像护崽一样把我和那些男野人隔开。阿蛮转过身，对着暴怒的酋长激动地喊起来，他嘴里发出喔喔的急促喊声，一边指着我，一边模仿着刚才剑齿虎扑杀的动作。酋长听着他们的叙述，怀疑地瞥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阿蛮激动的神情，紧皱的眉头终于松动了一些，但他最终还是收回了时髦，不情不愿地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粗气。他坐落在一个天然的山坳中，几十座低矮窝棚围着中央的篝火，营地外围竖着一圈削金的粗木桩，男人们在打磨石质矛头，女人们则在揉制毛皮。我在营地角落选了一块平地，取出帐篷包，周围的原始人见状，纷纷好奇地围了过来，隔着几步远探头张望。那阿蛮也总是时不时地瞥向我这个方向。我很快就打好了帐篷，钻入睡袋沉沉睡去。半夜，我是被阿蛮叫醒的，黑暗中传来凄厉的惨叫和杂乱的脚步声。我猛地钻出帐篷，发现外面不知何时下雨，整个营地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部落中央那堆被视为生命的篝火，此刻只剩下一滩嘶嘶作响的石灰，在黑夜中失去了火光的庇护，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会成为野兽的目标。借着偶尔划过的闪电，我看到酋长正跪在泥泞中，咿咿呀呀地嘶吼着，指挥族人围成防御圈。他手里死死攥着2块碎石，发疯般地敲击着。火星刚刚溅起，就被雨水无情消灭。他的双手已经被锋利的石棱划得血肉模糊。后，一声熟悉的震耳欲聋的咆哮盖过了雷声。黑暗中，2盏绿油油的凶光凭空亮起，是白天那只受创的剑齿虎。一个身材如铁塔般的战士咆哮着冲了上去，脸上的兽血图腾在雷光下狰狞毕现。他借着冲势狠狠刺出时髦，但这必杀的一击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显得如此可笑。剑齿虎仅仅挥出一爪，坚硬的毛杆便应声而断，战士胸骨碎裂，像破布袋一样倒飞进泥泞，只剩出的气，没了劲的气。阿蛮看着这一幕，眼泪混着雨水大颗大颗的滚落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中充满了无助的哀求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眼底闪过一丝寒芒。我不慌不忙地从背包侧袋抽出那把重型开山刀，又抄起旁边一根断裂的硬木毛杆，利用散绳熟练地打出一个极其牢固的双套结。我掏出一支战术手电，调至最高档位，大步踏入雨幕。剑齿虎张开血盆大口，准备咬碎酋长的头颅时，我猛地按下了开关，强光伴随着高频爆闪模式在雨夜中炸裂。剑齿虎发出一声惊恐至极的哀嚎，巨大的身躯在频闪的视觉错觉中失去了平衡。就是现在，我双手紧握改装的长刀，借着助跑的冲势，将锋利的刀尖对准他左前肢后侧的心脏部位。长刀直至眉柄，巨兽轰然倒塌，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。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，寒冷和黑暗依旧笼罩着营地。我不顾身上溅满的虎血，收刀走向那堆死寂的篝火。酋长正瘫坐在泥水中，满手鲜血地紧握着碎石。我从防水袋中掏出一罐红色的凝固汽油助燃剂，挤出一大坨涂抹在湿漉漉的树干深处，随后掏出防风打火机，按下开关。呼！幽蓝的火苗接触助燃剂的瞬间，化作狂暴的橘红色烈焰，火焰瞬间驱散了寒意，照亮了酋长惊愕的脸庞。他颤抖着抬起头，看着那在暴雨中依然熊熊燃烧的神火，又看了看如杀神般伫立身后倒着虎尸的我。这一刻，所有的常识都被打破了。酋长缓缓松开了手，那块代表着部落旧有权力的碎石滚落进泥浆。他双膝跪地，向我五体投地匍匐，额头重重磕在泥水里。紧接着，阿蛮还有所有幸存的原始人，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，黑压压地跪倒了一片，宛如朝拜神明。那一夜，部落里充斥着绝望的低鸣。部落里的老巫医围着他跳大神，嘴里喷着不知名的草药汁，但我知道那是严重的细菌感染，再跳下去断崖必死无疑。我不顾阿蛮的阻拦，强行推开了那个只会把草木灰往伤口上抹的老神棍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急救包，
手术刀划开腐肉的瞬间，周围传来一阵惊恐的吸气声。我动作麻利的清创，用医用针线将那恐怖的伤口一层层缝合，把人肉像兽皮一样缝起来，简直闻所未闻。那巫医更是吓得连连后退，仿佛在看某种邪恶的巫术。我掰开断牙紧咬的牙关，塞进了2片广谱抗生素和强效退烧药。他是生是死，看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。我冷冷地丢下一句，转身回了帐篷。第2天清晨，奇迹发生了。原本已经被判了死刑的断牙，竟然奇迹般的退了烧，甚至能睁开眼逃水喝。那一刻，整个部落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。如果说击杀剑齿虎是力量的展示，那从死神手里抢人就是神迹。为了在这个蛮荒之地立足，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。我开始有意地教阿蛮说话，同时也学习他们的发音。不得不说，阿蛮极其聪明，他成了我的专属翻译官。为了加速这个过程，我掏出了手机，离线翻译软件和录音功能依然可用。当我第一次录下阿蛮的声音并回放时，这姑娘吓得花容失色，死死抱住我不撒手，以为我把她的魂魄吸进那个黑匣子里了。我笑着安抚她，给她看手机里缓存的视频。那是现代都市的车水马龙，流动的光影，高耸的建筑，对她的世界观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。她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触碰屏幕，眼神里满是敬畏。这是神居住的地方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指着视频里的霓虹灯，又指了指自己，我的家乡。从那天起，阿蛮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份狂热的崇拜。在这个部落里，我不再是流浪者，我是迷失在人间的神之子。我也正式给他取名阿蛮，意为这蛮荒中最野性的花朵。部落的狩猎效率低得令人发指，很大原因在于武器。看着男人们手里那些易碎的石矛和粗糙的木棒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带着阿蛮走进树林，挑了几根质地坚硬的铁木，然后拔出我的重型开山刀。坚硬的铁木像豆腐一样被削成标准的长杆。我又取出伞绳，将打磨锋利的黑曜石牢牢绑在顶端，并用火烤硬化毛尖。回到营地时，几个强壮的猎手正对着一块作为靶子的烂木头投掷石矛，大多被弹开或者直接折断。我走上前，单手持着那根改良后的头枪，深吸一口气，腰腹发力，猛地掷出，嘟一声闷响，改良头枪带着恐怖的动能，竟直接贯穿了那块厚实的烂木头，深深扎入后方的泥土中。尾端的伞绳还在剧烈颤抖。全场死寂，看着那根贯穿的头枪，下巴都要掉在地上。我拔出开山刀，随手挽了个刀花。在他们惊惧的目光中，我知道关于武力的质疑已经彻底消失了。虽然有了食物，但我发现族人们大多精神萎靡，不少人小腿浮肿，这是典型的缺盐症状。在这个高强度的原始社会是致命的。我询问阿蛮，他们怎么获取有味道的石头？阿蛮带我来到一处山壁，那里有一些发苦的白色结晶，他们偶尔会舔食，但吃多了会腹泻甚至死人。看着，这才是真正的神迹。我让人把这些毒盐矿敲碎溶解，利用头盔当容器，用木炭和细沙做了个过滤装置，最后在火上熬煮，锅底剩下了一层洁白如雪的细晶体。我在烤得金黄的剑齿虎肉上撒了一把精盐，递给酋长。酋长疑惑地咬了一口，瞬间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，那种纯粹的咸味在舌尖炸开，只有肉香和咸味的完美融合。几十个原始人围着火堆，一边流着泪，一边疯狂地啃着烤肉，那是他们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一顿饭。雨季来了，丛林里泥泞难行，部落陷入了食物短缺的危机。看着族人们对着暴涨的河流发愁，我却笑出了声。在他们眼里，这条河是吞噬生命的禁地，在我眼里，这分明是流动的蛋白质。原始人只会用削尖的木棍站在水里插鱼，运气好一天能插2条，运气不好还得喂鳄鱼。我让阿蛮找来大量的藤蔓和兽皮条，又拆了几根伞绳作为主筋，花了2天时间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流刺网。跟上，我招呼了几个壮汉，扛着大网来到河湾回水处。随着我一声令下，大网撒开，如同天罗地网般照入水中。没过多久，网绳就开始剧烈抖动，水面像炸了锅一样沸腾起来。拉！5个壮汉咬着牙拼命后撤。随着渔网被拖上岸，无数条肥硕的大鱼在泥地上疯狂蹦跶。看着那堆成小山的鱼货，所有人都傻了。那一晚，部落里飘满了鲜美的鱼汤味，用树叶包着烤鱼容易焦，而且无法喝汤。看着族人们抱着滚烫的石头扔进装水的葫芦里，我带着阿蛮在河边寻找，终于在一处河湾找到了细腻的粘土。我把一坨泥巴挖回来，像玩橡皮泥一样捏成罐子和碗的形状。周围围观的原始人都露出了神使是不是疯了的表情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泥巴干了就会碎，根本没用。阿蛮虽然也怀疑，但还是乖乖地蹲在旁边帮我和泥。这个叫陶。我一边修整泥坯的边缘，有了它，我们就能煮更鲜的汤，存更多的水。我一口气捏了几10个陶坯，放在阴凉处阴干。我指挥族人用石头和泥巴搭建了一个简易土窑。看着那个怪模怪样的土包，族人们窃窃私语，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玩泥巴长不大的孩子。但我不在乎，等火焰升起的时候，他们会明白。封窑，点火，干燥的木柴在窑炉里噼啪作响。我不断地添加燃料，直到窑底冒出的烟都带着一丝暗红。开窑的那一刻是神圣的。当烟尘散去，我用木棍小心翼翼地挑出了第一个成品，一个暗红色的陶罐。它不再是松散的泥土，而是变得坚硬如石。原本等着看笑话的族人们瞬间安静了。泥土变成了石头。我当场架起陶罐，装满水，扔进去几条鱼和野菜，放在火上煮。不一会儿，咕嘟咕嘟的水声响起，乳白色的鱼汤香味四溢。当第一碗滚烫鲜美的鱼汤端到酋长面前时，老头的手都在颤抖。他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个神赐的容器，喝了一口，舒服的长叹一声。那一刻，
我在部落里的地位，正是从能导的战士晋升为了创造万物的智者。阿蛮突然从人群中走出来，手里捧着一块刚烤好的最嫩的鹿里脊，径直走到我面前。阿蛮跪坐在我面前，那双野性的大眼睛里满是毫不掩饰的爱意和期待。我接过肉，吃了一口，然后从冲锋衣的内袋里摸出一面备用的小圆镜，给你的。当阿蛮看到镜子里那个清晰无比的字体时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摸着自己的脸，又摸着镜面，眼泪唰地流了下来。在这个只能通过浑浊水面看倒影的时代，这面镜子无异于神器。他珍重地把镜子贴在胸口，随后猛地扑进我怀里，像只温顺的小猫一样蹭着我的脖颈。那一夜，虽然我们语言还未完全通畅，但心跳的频率已经同频，我的声望日渐高涨。终于有人坐不住了。部落原本的老巫医，一个脸上涂满鬼画符，开始在暗地里散布谣言。这天清晨，部落里的一只山羊突然暴毙，老巫医立刻跳了出来，他指着那只死羊，又指着我，嘴里发出尖锐的嘶吼，手里挥舞着法杖。阿蛮紧张地翻译给我听，他说他们敬畏我的神迹，但也害怕古老的诅咒。看着老巫医那得意洋洋又阴毒的眼神，我笑了。想玩神棍这一套，我是你祖宗。我抬头看了看天色，远处低沉的乌云正在快速积压。他说我是恶魔。我推开众人，走到场地中央，缓缓举起手中的开山刀指天，那就让天神来告诉我，谁才是骗子。随着我那声怒吼，天地仿佛真的听懂了我的号令，远处的乌云迅速翻滚压顶，狂风呼啸，卷起地上的枯叶和尘土，迷得人睁不开眼。老巫医慌了，他那套跳大神的把戏，在真正的天威面前显得如此滑稽。气压计的指针已经跌到了谷底，我心中默数着闪电到来的倒计时：3、2、1，咔嚓，轰！一道刺目的银蛇撕裂苍穹，狠狠劈在营地边缘的一棵枯树上，枯树瞬间爆燃，巨大的雷声震得所有人耳膜嗡嗡作响，甚至有几个胆小的直接吓趴在了地上。只有我在这漫天雷光中巍然不动，任由狂风吹乱我的头发，眼神冷漠地俯视着瑟瑟发抖的老巫医。伪神只会索取，而真神掌控雷霆。我冷冷地说道。阿蛮第一时间跪了下来，高呼着某种赞美的音节。紧接着，酋长扔掉了手中的石矛，整个部落的人像潮水般向我跪拜。老巫医面如死灰，瘫软在地。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结束了。那场雨下了很久，但这却是一场洗礼，洗去了旧日的愚昧，确立了我不可撼动的神权。看着那些低矮潮湿甚至还渗水的窝棚，我实在无法忍受。拆了，全拆了。族人们虽然心疼，但碍于我雷神使者的威严，我带着他们走到河边，挖出粘土，混合上干枯的茅草，教他们制作土坯砖。看着那一排排晾晒的泥砖，大家还是满脸狐疑。但当第一面平整厚实的土墙砌起来，再加上结实的横梁，铺上厚厚的茅草顶后，一切质疑都烟消云散了。第一座土坯房建成那天，外面正下着淅沥的小雨，屋外寒风瑟瑟，屋内却干燥温暖。长老们抚摸着干燥的墙壁，激动的老泪纵横。那一夜，整个部落都在疯狂的挖泥巴。我也顺势规划了整齐的居住区，将这片原始聚落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村寨。那种只能扔个10几米的石矛，在我看来跟烧火棍没区别。我带着阿蛮深入密林，寻找韧性极佳的紫杉木。回到营地后，我取出一根风干好的兽筋，教那几个最灵巧的猎手如何制作弓弦。当第一张长弓在我手中成型时，那种紧绷的张力让我感到久违的兴奋。我又用轻盈的木杆削成箭矢，尾部沾上飞禽的硬羽，箭头则是打磨锋利的黑曜石。看好了，我站在50米开外，张弓搭箭，瞄准了挂在树梢的一颗野果。嘣！弦响，果落，箭矢精准地穿透果实，定在树干上，入木3分。周围一片死寂，随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。我挑选了20名视力最好、手臂最稳的青年，组建了第一支特种部队神射营，开始日夜操练。几天后，神射营迎来了第一次实战警练。在以往，这种皮糙肉厚的野兽是部落的噩梦。我指挥神射营悄悄摸到下风口，并在野猪必经之路上挖了几个简易的陷阱。当野猪群哼哼唧唧地进入射程时，我猛地挥手，放20支利箭带着破空声呼啸而出。瞬间，最外围的几头公猪惨叫着倒地，身上插满了羽箭。剩下的野猪受惊乱窜，有的掉进了陷阱，有的试图冲锋，却还没冲到我们面前，就迎来了第二轮 third 轮齐射。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当最后一只野猪倒下时，年轻的射手们看着手中毫发无损的弓箭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我们带回了足够吃半个月的肉食，且零伤亡。满载而归的那晚，篝火晚会格外盛大。老酋长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郑重地将象征权力的兽骨权杖交到了我手中。我没有推辞，一把接过权杖，高举过头顶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无名的流浪者。我用炭块在一块巨大的兽皮上画下了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。我们是炎龙部落，我们将像这神兽一样主宰这片大地。炎龙，炎龙！族人们疯狂地嘶吼着这个新名字，眼中的狂热几乎要点燃夜空。我拉过身边的阿蛮，将一顶用鲜花和彩色羽毛编织的头冠戴在他头上，宣布他为我的配偶，部落的神后。阿蛮羞红了脸，却紧紧握住我的手。那一刻，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整个世界，权力和美人，在这个原始的夜晚，我都握在了手中。我深知采集和狩猎的不稳定性，在一次远足探索中，我在一片湿地边缘发现了一种熟悉的植物——野生稻。虽然穗粒干瘪，产量看着就低，族人们兴奋地冲上去，想要把这些草籽全部撸下来吃掉。我连忙喝止了他们，不能吃，这是种子。我向他们解释种植的概念，觉得把食物埋进土里是傻瓜才干的事，但出于对我的盲目崇拜，还是照做了。
我带着他们开垦了一片向阳的河滩地，用火烧荒，用木铲翻土，将这些珍贵的稻种小心翼翼地播撒下去。看着那片黑黝黝的土地，我知道炎龙部落的根。那次狩猎野猪时，我们意外捕获了几只还没断奶的小狼崽和几只野山羊。按照惯例，这些小东西要么被当场摔死，要么被烤了吃。留着！我拦住了屠刀，阿蛮，交给你了。阿蛮有着天生的亲和力，他似乎能听懂兽语。他用围栏把这些小家伙圈养起来。起初，那几只小狼崽还龇牙咧嘴，很快就变成了摇尾乞怜的狗。至于那些山羊，更是温顺的在围栏里吃草。当第一只被驯化的小羊羔在围栏里咩咩叫时，族人们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活的粮仓。解决了温饱，我开始关注其体面问题。阿蛮那么好的身材，裹在这一堆烂皮毛里。我在林子里找到了一种类似苎麻的植物，我叫族里的女人们将麻皮剥离，浸泡脱胶，然后撕成细丝，搓成麻线。接着，我做了一个最简易的木质织布机。第一匹粗糙但透气的麻布从机子上退下来，女人们爱不释手地抚摸着。我亲手给阿蛮裁剪了一套类似古希腊风格的长裙，用草织染成了淡青色。当阿蛮换上这身长裙走出帐篷时，整个部落的男人都看直了眼。那个野性的小野猫瞬间变成了一位优雅高贵的女神。好日子过了没多久，危机感便随着风飘来了。斥候带回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脚印和被遗弃的火堆。我亲自去查看，在那堆熄灭的灰烬里，赫然发现了一根被啃食过的人腿骨。阿蛮脸色苍白地告诉我，那是传说中的黑石部落，他们不是生产，专门靠掠夺和吃人为生。炎龙部落日益壮大的炊烟和富足的生活已经引起了这群恶狼的注意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。第一场真正的战争即将到来。既然狼来了，那就得准备好猎枪。我立刻叫停了部分的生产活动，全员转入战备状态。挖，给我往深了挖！我指挥着族人在营地外围挖掘了一道护城河，在河底和寨墙外侧的草丛里，密密麻麻地插满了削尖的竹签。原本的木栅栏被加固了1倍，每隔几米就搭进了一个简易的箭塔。族人们眼中的恐惧逐渐被信心取代。我站在高高的瞭望塔上，抚摸着手中的复合弓，望着西方阴沉的丛林。那个清晨，丛林里的雾气还未散去，黑石部落的先头部队就摸过来了。负责警戒的战士还没来得及吹响号角，外围的陷阱区就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。我站在瞭望塔上，冷冷地看着那些在壕沟里挣扎的黑影，他们惊恐地拔着脚底的魔鬼之刺，有的直接掉进了插满尖状的深坑，被串成了糖葫芦。神射营，预备，放！早已蓄势待发的弓箭手们松开了弓弦，居高临下的箭雨如同死神的镰刀，收割着那些动弹不得的猎物。这根本不是战斗，而是一场狩猎。不到10分钟，这支偷袭小队就全军覆没。几个运气好只是腿部受伤的俘虏在地上哀嚎，其余的全部变成了刺猬。族人们看着这一幕，对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们没有一人受伤，甚至连汗都没出就全歼了敌人。这种降维打击带来的震撼，比我独自杀虎还要强烈。怎么处理那几个活下来的俘虏成了问题。几个长老已经磨刀霍霍，准备享用这场胜利的果实了。住手！我喝止了他们。我们要的是劳动力，不是人肉。我让人把这几个黑石部落的俘虏绑在树上，当众宣布了新的规则：战俘不再是食物，而是奴隶。他们要干最重的活，吃最差的饭，用劳动来赎罪。起初族人们很不解，觉得养着敌人是浪费粮食，只会这几个奴隶没日没夜的搬运石头，而族人们可以坐在树荫下休息时，这些曾经凶残的食人族变得比兔子还听话。看着那堵以肉眼可见速度拔高的围墙，我笑了。文明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野蛮的血泪，石器工具的效率让我越来越抓狂。砍树要半天，凿石头更是磨洋工。我背上地质锤，带上阿蛮和几个随从，一头扎进了附近的山脉。神使，我们在找什么？找一种绿色的石头，那是大地的血液。直到在一处断崖下，我看到了那一抹孔雀绿，我激动地敲下一块绿色的纹理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看得阿蛮一脸懵逼。有了这个，石器时代就可以正式喧闹结束了。把几筐沉重的绿色矿石背回营地后，我立刻开始着手搭建高温窑炉，用耐火泥砌出了一个具备通风口的树炉。我让人烧制了大量的木炭，这东西肉质高，还原性强。拉风箱，我自制的羊皮风箱在2个壮汉的拉动下呼呼作响，强劲的气流灌入炉底，木炭疯狂燃烧，火焰从橘红变成了刺眼的亮白。族人们围在四周，惊恐地看着这个吞噬石头的火怪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估摸着火候差不多了，用铁钳捅开了出火口。哗啦，一股赤红且粘稠的液体像岩浆一样流了出来，顺着预先挖好的沟槽流进模具里。那是铜水，是文明流动的血液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那种来自高温和液态金属的压迫感让他们本能地感到敬畏。等到模具冷却，我砸开泥壳，一把暗金色带着些许粗糙感的短剑显露出来。我花了半天时间在磨刀石上打磨，直到它露出寒光闪闪的刃口。这是在这个世界上诞生的第一把金属武器。我把剑递给阿蛮，指着旁边一根用来做锚杆的硬木。阿蛮双手握剑，有些迟疑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挥臂一斩，那根手腕粗的硬木应声而断，切口平滑如镜。阿蛮惊呆了，手一松，剑差点掉在地上。周围的战士们更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老酋长颤颤巍巍地走过来，想要摸一下剑身，却被锋刃划破了手指。他没有喊疼，反而跪下来疯狂亲吻剑柄，那是对力量最原始的崇拜。阿蛮带着采集队去后山采摘野果，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潜伏在落叶下的剧毒蝮蛇，毒牙深深刺入他的小腿，他的腿就肿得像发面馒头，整个人陷入昏迷，嘴唇发紫。
几个女人哭着把他抬回来时，老巫医又想凑上来撒草木灰，滚开！我一脚踹飞他，心急如焚。我不顾众人的惊呼，抽出匕首在伤口处划了个十字，俯下身去，一口一口的把毒血吸出来，吐在地上，黑血渐渐变红，在伤口上方扎紧止血带，捣碎了半边莲敷在伤口上。那一夜，我守在阿蛮身边寸步不离，高烧让他胡话连篇，一直抓着我的手，喊着我的名字。他的烧退了，眼神恢复了清明，看着满眼血丝的我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你是神后，阎王爷不敢收你。我们的心彻底连在了一起，更大规模的报复很快就会来。我开始对部落里的成年男性进行魔鬼训练，向左转，向右转。这些原始人完全分不清左右，经常撞在一起，场面一度非常滑稽。我不得不给他们的左手系上草绳，右手涂上泥巴，喊着草绳转，泥巴转。1个月后，原本散漫的猎手变成了令行禁止的士兵。我给他们装备了长矛和藤盾，演练出了最简单的马其顿方阵。刺！一声令下，80根长矛同时刺出，如同刺猬炸毛。看着这支初具雏形的军队，我信心倍增。那天清晨，瞭望塔上的号角吹得震天响，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人群如同蚁群般涌来，他们脸上涂着狰狞的油彩，挥舞着大棒和石斧。反观我们这边，能战之兵只有80。族人们看到这种数量级的敌人，腿肚子还是在打转。那可是300个吃人的恶魔啊！看着那群不知死活冲向护城河的野蛮人，我嘴角勾起一丝残忍的笑意。早在几天前，我就让女人们收集了大量的松枝，我把这些混合物灌进烧沸的次品陶罐里，用油浸过的破布塞进瓶口。看着敌人扛着粗木梯子填平了壕沟，冲到了寨墙下。黑石酋长站在远处，得意地挥舞着人骨权杖，准备点火。战士们纷纷点燃了手中的陶罐，火焰在瓶口跳动，映照着他们紧张又兴奋的脸庞。几十个燃烧瓶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死亡的抛物线，砸向密集的人群。砰砰砰，陶罐碎裂的声音接连响起，紧接着便是地狱降临人间，瞬间吞噬了前排的几十名敌人。啊！救命啊！天火！那些身上着火的黑石战士疯狂地在地上打滚，甚至引燃了身边的同伴。后方的敌人彻底被这一幕吓傻了，只有神明才能凭空召唤如此恐怖的火焰。是天罚！快跑啊！原本气势汹汹的联军瞬间崩溃。弓箭手自由射击，长矛队开城门追！炎龙部落的战士们发出震天的怒吼，如下山的猛虎般冲杀出去。这是一场完美的屠杀，也是炎龙部落崛起的奠基之战。那一战后，炎龙部落不再是一个小聚落，而是真正的霸主。黑石部落的残党和另外2个附庸部落的幸存者被我们一举吞并。看着营地里黑压压跪了一地的500多人，我知道单纯靠人脸识别和吼叫指挥已经行不通了。站起来！我站在高台上，让阿蛮翻译我的话。那些战俘瑟瑟发抖，以为我要下令处决。从今天起，没有黑石部落，只有炎龙子民。我并没有杀他们，而是打散了原有的编制。我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，给每个人发了一块打磨光滑的木牌，上面刻着我随手编的编号和简化的汉字名字。对于这些原始人来说，这块木牌就是神赐的护身符，他们第一次拥有了名字这种东西，激动的痛哭流涕。我将他们分成了狩猎队、采集队、耕种队和建设队。原本混乱的营地瞬间变得井井有条，炎龙部落的生产力直接翻了几番。人多了，是非就多。以前大家都是亲戚，有点摩擦喉梁嗓子就完了。偷窃食物、打架斗殴，甚至抢夺配偶的事情频发。昨天2个壮汉为了争一块鹿肉，差点把对方脑浆子打出来。够了！我让人把那2个打架的家伙绑在广场的木桩上，当着全族人的面让人搬来了一块巨大的石碑。我在上面刻下了炎龙法典的第1条：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窃物者偿。那2个打架的家伙被当众鞭笞20下，皮开肉绽的惨状让所有人都噤若寒蝉。当规矩2字刻入人心，这个野蛮的群体终于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。每个人都知道，头顶上除了神明，还有法律。以物易物变得极其麻烦。有人想用2只兔子换一个陶罐，陶工却只想要兽皮；有人扛着半扇野猪肉想换一把青铜匕首，却因为肉会腐烂而被拒绝。我们需要钱。我对阿蛮说，他眨巴着大眼睛，完全听不懂这个词。我让陶工烧制了一批特制的小圆片，中间穿孔，上面印着精美的龙形图腾，这就是龙币。我在陶土里掺入了一种特殊的云母粉，烧出来带着金星闪烁。我规定1把石斧值1个龙币，1只兔子值2个，1把青铜剑值50个。起初大家都不信这把泥土烧的小片片能换东西，直到我用10个龙币从一个猎手那里买下了一张极品白狐皮送给阿蛮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疯了，他们开始疯狂地通过劳动赚取龙币，部落内部的贸易瞬间被激活，经济的齿轮开始转动。旱季还是来了，河水水位下降，我们开垦的那几百亩稻田眼看就要枯死，族人们急得团团转，只能靠人力一罐罐地从河里背水浇地，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。看着干裂的土地，老农们跪在地上祈求雨神，求神不如求己。我看着湍急的河流，脑海里浮现出力学原理。我带着木工队砍伐巨大的楠木，利用榫卯结构在河边架起了一座直径10米的巨型水车。当巨大的叶片被水流推动，带着竹筒里的水缓缓升空，倾泻进高处的牧槽，再顺着沟渠流向田野时，欢呼声响彻云霄。水自己流过来了！看着那清澈的河水如同白练般滋润着干涸的稻田，不需要消耗一点人力，族人们跪伏在地，
以为我施展了控水术。只有我知道，这是智慧的力量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金色的稻浪在风中翻滚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。这种大规模的、整齐划一的食物来源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富足。我教他们用石猎收割，用镰夹脱粒。当第一锅喷香的米饭在陶釜中煮熟，那股浓郁的碳水化合物香气飘散在整个营地，所有人都醉了。我们举行了盛大的丰收祭，我拉着阿蛮的手，站在由粮食堆成的高台上，接受着500多族人的顶礼膜拜。阿蛮穿着我设计的丝绸长袍，美得不可方物。他看着台下狂热的人群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这一刻，我知道饥饿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。木栅栏和土坯房已经配不上炎龙部落如今的地位了。我们要建成真正的城池。我找到了石灰石矿，烧制出了原始的水泥，又改良了窑炉，烧制出了坚硬的红砖。当第一块红砖被水泥砂浆砌在基石上时，炎龙城的建设正式拉开序幕。我规划了整齐的街道、排水系统、居民区和军事区，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但在充足的食物和严明的纪律下，部落爆发出了惊人的建设热情。看着那高达5米的砖石城墙一天天拔地而起，看着宽阔的城门安装到位，即使是周边路过的流浪野人，也被这神迹般的建筑吓得瘫软在地。这是大夏文明在这片蛮荒大地上的第一座丰碑。天气变得越来越诡异，深秋的风像刀子一样割脸。气压计显示，这将是一个极寒的冬天。以往这种冬天，老人和孩子往往会冻死一大半。我们得改火。我看着那些为了取暖在屋里生火堆、被烟熏得直流泪的族人，摇了摇头。我指挥大家改造土坯房，在屋内砌起了火炕，通过烟道将灶台的热量引导到床板下，既能做饭又能取暖。当阿蛮第一次躺在烧得热乎乎的火炕上，舒服地发出一声呻吟，死活不愿意起来，这简直是睡在太阳上。他惊喜地喊道。很快，火炕技术推广到了全城，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严冬，每个人都能睡个暖和觉。烧砖、烧陶、炼铜，对木柴的消耗是恐怖的。附近的树林几乎被我们砍秃了，生态危机就在眼前。我带着探矿队在西边的黑山坳里找到了露天的煤藏。当我不顾肮脏，挖出一块黑黝黝的石头，点燃并让它释放出比木柴高几倍的热量，随行的战士们都惊呆了。这是魔石吗？他们畏惧地问。这是黑金。我笑着把煤炭扔进火堆。有了煤炭，不仅解决了取暖问题，更重要的是炼体的高温终于可以达到了。工业革命的火种已经埋下，大雪如期而至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猛烈。狂风卷着暴雪肆虐了整整半个月，气温骤降到-30度，滴水成冰。但此刻，我坐在铺着厚厚兽皮的火炕上，炉子里的煤炭烧得通红，陶罐里的肉汤冒着热气。阿蛮像只慵懒的猫一样蜷缩在我怀里，剥着松子喂我。我推开窗户，看着外面如同末日般的景象。城墙挡住了寒风，只有巡逻的士兵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走动。墙内是天堂，墙外是地狱。炎龙城的城门外就聚集了大量饥寒交迫的难民，他们拖家带口在雪地里哀嚎。有人建议驱逐他们，怕分薄了我们的口粮。不，打开城门。我站在城楼上，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。但我设立了严格的准入制度：第一，必须上交所有武器；第二，必须接受隔离检疫，必须学习炎龙语汉语，不得不低下头颅，艰难地学着说你好。那一冬，炎龙城的人口暴涨到了2000人。当春天来临时，我将拥有一支庞大的生力军。这就是文化入侵，比刀剑更致命，也更有效。纯粹的口头传达已经让政令变得扭曲。我深知，没有文字和记录载体，文明永远只是空中楼阁。我看着那些刻在树皮和兽骨上粗糙的划痕，下定决心要让纸提前在这个时代问世。我带着阿蛮和几个细心的女工，采集了大量的树皮、麻头和废弃的渔网。我们将这些材料切碎、浸泡，在石臼中反复冲捣成浆。阿蛮起初不理解为什么要费劲把好端端的麻布捣烂，直到我用细密的竹帘从水池中缓缓抄起一层薄薄的纤维层，晾干、压平、接起。当第一张洁白平整的纸张呈现在众人面前时，那种细腻的质感让阿蛮惊呼出声。我蘸着炭黑调制的墨水，在上面苍劲有力地写下了炎龙2个大字。那一刻，文字不再是冰冷刻痕，而是有了灵魂。纸张的出现意味着经验可以被精准传承，历史从这一刻开始被正式记录。文明的延续不能只靠我一个人。我从那群新加入的难民和部落子弟中挑选了50个眼神清澈、反应灵敏的孩子，在城中心的砖房里，我挂起了第一块黑板，建立了大夏文明的第一所学校。跟我读1、2、3，天地人。我握着石笔，在黑板上教他们最基础的汉字和算术。阿蛮则坐在教室后面，像个大孩子一样跟着比划。这些孩子对新知识的渴望如同久旱逢甘霖。我不仅教他们文字，还给他们灌输地理、卫生和简单的逻辑常识。当这些孩子开始用汉语流利的交流，用算术清点仓库的物资时，我看到了一种名为族群认同感的东西正在野蛮生长。他们不再自称是哪个山头的野人，而是一个个挺起胸膛，自豪地宣称我是炎龙人。正当炎龙城稳步扩张时，一个浑身血污、长相与本地人略有不同的流浪者，他手中的青铜短刃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虽然铸造工艺不及我亲手打造的那把，但其合金比例已经相当成熟。通过翻译，我得知他来自遥远的大河下游，那里有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，名为昊天。昊天盟拥有数万人口，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，甚至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青铜器生产。他的部落被昊天盟吞并，他是死里逃生才流浪至此。这个消息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。数万人口的规模，在这个时代就是绝对的霸主。炎龙城虽然技术领先，
但在绝对的人数优势面前仍显单薄。阿蛮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我能感受到他的不安，但我却在危机中看到了一丝机遇，那是一块更大、更肥沃的拼图，正等待着我去丈量。我决定亲自组建一支使团，去打探那个昊天盟的底细。阿蛮说什么也要跟着。他背起心爱的长弓，眼神坚定。我是神后，更是你最锋利的剑。我挑选了30名神射营的精锐，带上了金岩、精美陶器和几面闪闪发光的玻璃镜子。临行前，我将部落的防务交给了已经成长为铁血教官的断崖。我们带上了充足的干粮和急救药品，甚至还有几枚试制的黑火药爆竹。看着身后雄伟的炎龙城渐行渐远，我知道，当我再次回来时，这片大陆的格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大河波涛汹涌，我指挥工匠们砍伐粗壮的红木，利用榫卯结构拼接成巨大的平底木帆船。当巨大的亚麻布帆在风中猎猎作响，船只逆着水流划破浪花时，族人们在岸边齐声高呼：水一直是阻碍，是危险。而我带他们掌握了风，征服了水，两岸的原始森林如画卷般倒退。阿蛮站在船头，任由和风吹乱他的发丝，眼中充满了对未知的兴奋。我们的巨舰都会引起一阵恐慌和跪拜，我们就像是巡视领地的神灵。远方的河岸边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聚落，其规模足有炎龙城的5倍大，密密麻麻的窝棚延伸到视线尽头，挂着火红龙旗的帆船缓缓靠岸时，成千上万的昊天盟族人涌向岸边，他们手持简陋的青铜矛或石斧，眼神中既有警惕也有贪婪。我带着阿蛮和使团，神色淡然地踏上码头。我那一身色彩鲜艳的现代冲锋衣，在满眼兽皮泥垢的人群中显得格外出众。昊天盟的守卫试图拦阻，但我身后的神射营瞬间张弓搭箭，那种凌厉的杀气让他们下意识地后退。一名披着华丽羽毛披风的中年男子排开人群走出来，他就是昊天盟的实际统治者大首领昊。大巫在祭坛前表演了一场神迹，他将一种红色的液体滴入水中，瞬间水面成了墨绿色，底下的原始人纷纷跪地惊呼。我心中暗笑，不过是极简单的化学反应罢了。我缓缓走上台，向大巫借了一碗清水，看好了，这才是真神的旨意。我从怀里掏出一块金属钠，轻轻丢入水中，滋啪，随着一阵剧烈的白烟和密集的爆裂声，水面上跳动着耀眼的火花，最后竟发出一声沉闷的爆炸。大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周围的昊天盟战士更是惊恐的倒退10步。我负手而立，在那尚未散去的白烟中冷漠地看着他们。这种跳大神的戏法简直像幼儿涂鸦。震慑住高层后，我开启了贸易掠夺模式。我拿出的雪白晶岩、透明如水的玻璃珠以及削铁如泥的青铜匕首，让昊天盟的贵族们疯狂了。在他们眼里，铜矿石和奴隶只不过是随处可见的资源，而我手里的这些神器才是身份的象征。我用一把玻璃镜子换了50名强壮的矿工，用一袋晶岩换了整整3船优质铜矿石。大首领昊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，乐呵呵地拉着我喝酒，而我心里却在盘算，我能在半年内搬空他们的底蕴，将他们的劳动力转化为炎龙城的基石。这种没有硝烟的掠夺，远比发动一场战争更让我感觉兴奋。就在使团准备返航前夕，首领的小儿子仗着自己身高2米，力大无穷，试图强拉阿蛮去他的营帐。我冷笑一声，拦住了准备拔刀的神射营战士。那个2世祖大笑着扑上来，阿蛮一个轻巧的侧身闪避，紧接着一套干脆利落的截拳道连击、锁喉、勾踢、背摔，重重地砸在石板地上。阿蛮已经从靴子里抽出青铜匕首，死死抵在他的咽喉。全场死寂，首领昊的脸成了猪肝色，连女人都拥有恐怖的战斗力。带着3条满载的船只，我们踏上了归程。炎龙部落不仅仅要存在，更要主宰。当帆船转过最后一个弯道，巍峨的炎龙城再次出现在视线中时，城墙上已经架起了我临行前交代的配重式投石机。大夏文明的火种已经不仅仅是燃烧，而是开始向着燎原之势蔓延。从昊天盟换回的大量矿石中，我发现了不少优质的赤铁矿。青铜虽利，但终究太脆且资源有限，真正的文明脊梁必须由钢铁铸就。我改良了高炉，利用煤炭作为燃料，并设计了一个更加强劲的联动鼓风机。为了寻找耐火材料，我甚至带着阿蛮在山谷里挖了3天泥土。当高炉内的温度终于突破那一层临界点时，暗红色的铁水如同地狱的血液，顺着出铁口翻滚而出。这是更强的神力吗？阿蛮看着那些溅射的火花，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间的青铜短剑。我拉着他的手，感受着炉火的炽热。不，阿蛮，这是改变世界的力量。我将铁水倒入预制的长剑模具中，经过反复的淬火与锻打，第一把百炼钢剑问世。当它在磨刀石上发出清脆的龙吟声时，我知道这个世界的战争规则将由我重新书写。当我把第一批钢刀发给神射营和长矛队时，那些摸惯了石器和青铜旗的战士们看我的眼神简直如同看上帝。为了测试钢甲的防御力，我让断崖全力挥舞青铜大斧，砍向一面蒙了铁皮的盾牌。青铜斧刃竟然崩掉了一个大豁口，而盾牌上仅留下一道浅浅的划痕。有此神甲，天下谁人能挡？断崖兴奋的满脸通红，疯狂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脯。当铁犁在黑土地上轻而易举地翻开深层泥土时，战士们在操场上挥洒汗水，农夫们在田间满怀希望。这支由钢铁武装起来的钢铁洪流已经蓄势待发。我开始秘密进行另一项足以毁灭时代的事——硝石、硫磺，再加上优质的木炭粉。这种黑色的粉末在原始人眼里只是某种奇怪的灰尘。这东西能打仗？阿蛮好奇地想凑近去闻那股刺鼻的味道，被我一把拉开。我将配比好的黑火药装进一个陶罐，塞紧引信，带他们来到后山的一处乱石堆。随着引信燃尽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轰然炸裂，巨大的气浪掀翻了周围的乱石，
浓烟滚滚而起。阿蛮和几个战士直接被吓得瘫倒在地，他们看着那个被炸出的深坑，眼神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恐惧。我满意的收起药粉，这就是我留给昊天盟的最后惊喜。和平的日子在初夏被打破了。石猴带回了令人窒息的消息，昊天盟大首领号集结了5个依附部落，组成了足足5000人的远征军，正顺流而上，号称要将炎龙城夷为平地。5000人，在这个人口稀疏的时代，简直是遮天蔽日。城里的新加入者开始恐慌，甚至有人提议弃城逃进深山。逃！我站在高大的砖石城墙上，俯视着下方惊慌的民众。炎龙城的城墙是用血和汗筑成的，这里是我们的家。5000人又如何？他们不过是待宰的牛羊。阿蛮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手中的钢弓已经拉满，他的存在就是我最坚实的后盾。当昊天盟的先头部队出现在地平线上时，那一望无际的兽皮旗帜确实给人极大的压力。大首领号坐在一顶华丽的轿子上，耀武扬威地挥动手中的金权杖。他并不知道，他面对的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对手。投石机准备！10几架配重式投石机整齐地排在城墙后方，而是浸透了油脂且装满黑火药的雷火罐。放！携着杠杆的剧烈弹动，10几道带着黑烟的红光划破长空，精准地落入了敌人密集的冲锋阵型中。紧接着，接二连三的剧烈爆炸声响起，火光在敌阵中疯狂炸裂，那是原始人从未见过的景象。残肢断臂在烟雾中飞舞，被火药炸懵的战士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。爆炸造成的心理威慑远超杀伤力。昊天盟的战士们以为我们真的召唤了天雷，前排的精锐瞬间崩溃，甚至有人当场丢掉武器，跪地求饶。就是现在！断崖！带骑兵出击！城门大开，我秘密驯化的100多名精锐骑兵呼啸而出，他们身披铁甲，手持长长的钢枪，轻易切开了敌人的残余防线。我带着阿蛮也冲下了城墙。阿蛮的剑术出神入化，每一声弦响必有一名敌方将领落马。我手中的钢剑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寒芒，杀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。大首领号在混乱中试图逃跑，却被断崖一马当先截断了退路。曾经不可一世的5000大军化作了漫山遍野的俘虏和尸体。我没有给昊天盟喘息的机会，带着大军直捣黄龙。曾经繁华的昊天盟中心，此时已是一片狼藉。当我们的钢铁洪流开进他们的营地时，那些原本高傲的贵族和巫师纷纷跪在泥泞中瑟瑟发抖。我站在他们的祭坛之上，宣布了昊天盟的解体。所有的部落必须合并，所有的语言必须统一，所有的神像都要被推倒，唯有炎龙图腾永恒。大河上下，方圆几百里的疆域正式并入了我的版图，人口从2000暴涨到了数万，广阔的平原和丰富的矿藏都成了我的囊中之物。阿蛮站在我身旁，看着这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领土，眼中满是自豪。神使，你真的带我们找到了神国？我摇了摇头，不，阿蛮，这只是开始。这片土地以后叫大夏。建国大典在炎龙城的废墟原址上举行。我脱下了那身已经破旧的冲锋衣，换上了阿蛮亲手缝制的红底金龙黄袍。在万民的欢呼声中，我正式即位为夏王，并册封阿蛮为大夏王后。我不再沿用原始的部落管理模式，而是设立了3省6部制的雏形，教育、农业、司法、军事，每一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。我颁布了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律，确立了土地所有制，并鼓励平民通过立功和耕种改变阶级。当祭坛上的圣火升起，数万人齐声呐喊大夏万岁时，那种灵魂颤动的感觉让我明白，我不再仅仅是一个穿越者，我是一个文明的开创者。我和阿蛮相视一笑，在这蛮荒的终结处，一个辉煌的帝国正冉冉升起。国家初创，医疗卫生是我最挂念的事。原始人的平均寿命极短，一个小小的感冒或伤口感染就能带走一条性命。我利用自己有限的医学常识，结合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，开办了第一所医官署。我凭记忆画出了人体经络图，教他们清创缝合，教他们利用高温蒸馏酒精消毒。阿蛮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，他甚至亲自带队进山搜寻我描述的那些草药。这种草能止血，那种根能退烧，大家都记住了吗？随着卫生习惯的推广，比如喝开水、修公厕、处理垃圾，大夏都城的爆发性疾病发病率显著下降。看着那些在城里健康奔跑的孩子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文明不仅仅是坚船利炮，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守护。一个深秋的午后，阿蛮突然推掉了所有的射箭训练，神色有些怪异地找到了我。他摸着自己平坦的腹部，眼神里既有少女的羞涩，又有为人母的期待。当我看到他手里那条我曾教他做的简易验孕试纸，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我有小崽子了！我猛地抱起他，在寝宫里疯了一样转圈。在这个蛮荒的世界里，我终于要留下属于自己的血脉了。阿蛮的怀孕在大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臣民们纷纷送来最珍贵的补品和兽皮。我温柔地抚摸着阿蛮的头发，听着他肚子里那还不存在的动静。这一刻，我的野心淡去了不少，取而代之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。为了这个还没出世的孩子，我要把这片大夏江山建设得更加稳固，更加繁荣。在王城的秘密工坊里，我开始尝试制作那个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怪物——简易蒸汽机。利用高压锻造的厚铁桶作为锅炉，用精密的连杆带动转轮。当煤炭在炉膛内疯狂燃烧，洁白的蒸汽带着刺耳的啸叫声喷薄而出，推动着沉重的铁轮缓缓转动时，周围的老工匠们全都吓得跪倒在地，以为我囚禁了一个咆哮的雷魂。阿蛮挺着隆起的腹部，在我的搀扶下，好奇地看着这个不停起伏的铁家伙。他伸出手指，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一下那震动的机身。他不用吃肉，也不用喝水，就能一直动下去吗？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心中却感慨万千。这台原始的蒸汽机虽然效率低下，但它宣告了机器力量的觉醒。
帝国不能只有一座城，我要看清这片大地的全貌。我组建了一支由精锐战士和学校优等生组成的探险队，给他们配发了指南针、钢刀和大量干粮。只要有太阳和星星，你们就不会迷路。阿蛮也为领队的战士挂上了象征平安的龙纹木牌。1年后，这支被晒得黝黑的队伍带回了厚厚的羊皮卷，上面详细标注了周边的山川、河流以及数十个原始聚落。而最让我兴奋的是地图尽头那一抹深邃的蓝，他们找到了大海，并在那里带回了洁白的颗粒、海盐。那一刻，我站在王宫的露台上，看着摊开的地图，大夏的疆域将不再有边界，目光所及之处皆为下头。在一次金色的黄昏中，大夏王宫内传来了响亮的婴儿啼哭声。由于我有意推广的卫生习惯和接生常识，阿蛮的生产异常顺利。当稳婆颤抖着双手将2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生命抱到我面前时，我这个见惯了大场面的战神手竟然在发抖。是一对龙凤胎。在这个早夭率极高的时代，阿蛮虚弱地躺在火炕上，但眼神里满是母性的光辉。我给儿子取名程夏，女儿取名明安。我的手机早已关机很久了，但我一直用防水袋精心护着它。在帝国成立10周年的那天，我拿出了那块珍藏已久的太阳能充电板，在正午的烈阳下给它注入了最后一点电力。当屏幕亮起的那一刻，那熟悉的电子音回荡在原始的启通里。阿蛮惊奇地凑过来，挖着他和2个已经能跑能跳的孩子，对着镜头按下快门。照片里的阿蛮穿着精美的丝绸，头戴金饰，笑容灿烂。2个孩子虎头虎脑，眼中透着现代教育带来的灵气。这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张真实的照片。电量耗尽前，我将这张照片的构图临摹在寝宫最坚硬的石壁上，并亲自操刀刻下。手机终会坏掉，但我留下的文明以及我们一家人的影子将在这石壁上永生不灭。10年弹指一挥间，如今的我站在高达10米的巍峨城墙上，俯瞰着脚下的繁华盛世。曾经的蛮荒山坳已变成了阡陌纵横、曲网交错的塞上江南。远处，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，用的正是标准的汉语。街道上，马车拉着煤炭和陶器川流不息，商人们用龙币进行着繁琐的交易。这一刻，所有的原始和野蛮都被我亲手埋葬。阿蛮静静地走到我身后，为我披上一件黑色的貂皮大氅，她依然美得惊心动魄。岁月的洗礼让她多了一份母仪天下的威严。她顺着我的目光看向远方，轻声问道：“在你的家乡有这里美吗？”我拉过她的手，十指紧扣，看着这片由我一砖一瓦缔造的帝国，微微一笑。那里只是故乡，而这里才是我们的家。落日余晖洒在宏伟的夏都上，文明的火炬正照亮整个人类史的黎明。